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现在的地球好像越来越无聊了，尤其是和过去比的时候，是当你把今天的动物和过去那些时代对比的时候，比如恐龙时代，或者更近一点，大约 2.6 万年前的末次冰期巅峰时期。那个时候的地球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都是巨兽，而且这不是错觉。如今的地球确实比过去少了太多大型动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场更新世大型动物灭绝事件。这场灭绝大约在5万年前开始，在 1.17 万年前左右达到高峰，直接让全球大约 65% 的大型动物消失。猛犸象、冻狮、披毛犀这些全都在那一波里没了。从那之后，大型动物就变得越来越少，基本只剩下少数区域还能看到，比如非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消失其实一直在继续。就过去300年，人类已经让10几种大型动物彻底消失，其中有些物种的形态甚至和今天任何动物都完全不一样。说白了，地球的奇幻感正在一点一点被抹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说的大型动物不是指兔子这种，一般来说体重超过45公斤就会被归类为巨型动物，所以像袋狼、渡渡鸟、日本狼这些严格来说都不算。而且为了避免太复杂，我们只聊物种灭绝，不聊亚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近代消失的大型动物应该不多吧，但现实正好相反。光是这300年里，至少有10几种体重超过45公斤的大型动物灭绝，而且很多远不止这个体重。更关键的是，这些消失的动物非常多样，非常奇特，也正因为这样，它们的消失才显得格外明显。而在这些灭绝的动物里，有一个群体损失特别严重，陆龟。很多人一听龟可能觉得不算大，但其实历史上的一些陆龟体型是非常夸张的。即便是今天你在一些岛屿上还能看到巨型陆龟，体重接近450公斤，比一只灰熊还重。但问题是，这些温顺的巨兽现在也在慢慢消失。仅仅过去300年就有5种巨型陆龟灭绝，占到了近代所有大型动物灭绝数量的 38% 以上，包括马达加斯加的几种巨龟，罗德里格斯岛、留尼汪岛的巨型陆龟等等。而这些物种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几乎全部生活在岛屿上，以植物为食，行动缓慢。也正因为这样，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或者人类介入，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这些巨型陆龟当时其实是和另外几种物种一起共存的，而且普遍认为它们都源自同一个远古祖先，每一种体重都在45公斤以上，但具体差多少，因为化石太少，现在还没法完全确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体型大致接近今天还存活的巨型陆龟，但真正的差异其实是在外形上。每一种陆龟的壳形和脖子长度都不一样，其中最特别的是一种马鞍形龟壳的陆龟，它的壳儿向上收紧，脖子却异常修长，可以伸到很高的位置去吃植物，看起来非常原始，甚至有点史前感。可以想象，当人类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时，冲击感其实是很强的。而最早见到它们的人很可能是阿拉伯或葡萄牙的水手，但真正被记录下来是在16世纪法国和荷兰殖民这些岛屿之后，这时候这些陆龟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历史文献里。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它们掉进了一个岛屿动物的致命陷阱。这些陆龟非常温顺，对人类几乎没有任何警惕，因为在那之前，它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人类，也没有进化出防御这种新型捕食者的能力。结果就是，它们成了最容易下手的目标。体型大，行动慢，对当时饥饿的水手来说，几乎就是移动的食物储备。随着航海活动增加，捕杀迅速蔓延，再加上殖民者定居，这些陆龟不仅被当成食物，还被提取脂肪和油。而且很现实的一点是，它们其实还挺好吃。历史记录里明确提到，巨型陆龟的肉和蛋都很容易消化，味道也不错，这一点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灭绝。更糟糕的是，这些陆龟还有一个习性，它们会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聚集成大群，这对于捕猎者来说几乎就是集中收割。单靠捕猎其实已经对它们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但真正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外来物种。人类带来了猪、狗、猫、山羊、兔子，这些动物不仅直接捕食陆龟，还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再加上大量个体被装上船当做长途航行的食物储备，它们的数量几乎是断崖式下降。到了18世纪，
这5种巨型陆龟基本都已经濒临灭绝，到了19世纪初，要么彻底消失，要么只剩下极少数躲在偏远地区，比如岛屿的高地，但即便在那里也没能幸免，外来动物还是入侵了进去，人类还会烧毁森林，清理土地，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致命的。至于到底哪一种撑到最后，其实很难说清。不过有记录显示，除了今天还存活的阿尔达布拉陆龟之外，印度洋地区最后一次发现巨型陆龟是在1844年，地点在毛里求斯附近的圆岛，当时还发现了几只活体，但问题是那座岛早就被兔子占领了，而且等人们真正重视这个发现，再回去寻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多年，等他们再去看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刻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印度洋巨型陆龟真正意义上的终结，而类似的悲剧并不只发生在陆龟身上，在大航海时代，这种事情几乎在全球不断上演。比如接下来这个物种加勒比森海豹，这种动物在历史上的出场其实还挺有戏剧性。1494年，哥伦布第2次航行时，他的船队在加勒比海一个小岛附近停靠，派人上岸探索，很快就在海滩上发现了一群海豹。这些海豹体型不小，身体修长而结实，有的个体可以达到2.4米长。这些海豹身上甚至会长出一层藻类，让皮肤带着一点微微发绿的感觉，整体颜色大多是棕色和灰色的混合，看起来和普通海豹不太一样。但真正要命的不是它们长什么样，而是它们根本不怕人，至少在这个岛上，他们从来没见过人类。所以当水手靠近的时候，他们没有逃跑，结果你也能想到，这成了致命的错误。那一队水手直接杀了8只海豹，当作食物带回船上，还顺便做了研究。而研究的结果很现实，一只大型个体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换句话说，在水手眼里，这就是一大块肉。于是从那之后，这种海豹很快就成了重点猎物。随着越来越多船只经过这些岛屿，捕杀也越来越频繁，而且人们还开始记录它们的习性，发现它们是典型的群居动物，一群往往有20到100只不等，分布在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以及西大西洋的各个岛屿和环礁。这些地方水域温暖，食物丰富，它们主要吃鱼和甲壳类，本来生活得非常稳定。在自然环境中，它们也有天敌，比如大白鲨、虎鲸，甚至当地人类偶尔也会捕猎，但这些都没有对它们的数量造成决定性影响。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后来的殖民者。一开始，人类确实是为了吃才捕猎它们，但很快，这种海豹被当成了一种资源。在殖民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只被杀，只是为了提取油脂。这些油被用来给种植园机器做润滑，或者当燃料点灯。说白了，它们被当成工业原料在消耗。而这种大规模捕杀在16世纪之后迅速加剧，尤其是进入17世纪，随着更多殖民者进入加勒比地区，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他们赖以生存的海岸也在不断被破坏，人类活动直接摧毁了他们的栖息地。不到400年的时间，这个物种就被彻底推向崩溃。到了1850年前后，已经有人记录这种海豹的数量甚至已经少到不值得再去商业捕猎。听起来好像是压力减小了，对吧？但其实已经晚了，种群已经被打垮，而且它们仍然会被捕杀，用于研究或者送进动物园。甚至有一次考察队一次性抓走了42只。问题是，这些海豹在人工环境里很难存活，野外可以活到20岁，但一旦被捕，大多活不了多久。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到后来想看到一只几乎成了碰运气的事情。1932年，在德州海岸记录了最后一次目击。1939年，最后一只被人类杀死。到了1952年，人类最后一次看到它们还活着。之后虽然零星还有目击报告，但再也没有被证实过，基本可以认为这个物种已经彻底消失了。而最让人难受的一点是，它们的灭绝并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环境变化，而是因为人类把它们当成了资源。一群活生生的动物被成百上千的杀掉，只是为了榨油、点灯、润滑机器。说白了，它们的价值被完全简化成了能换多少钱。目前为止，我们说到的海豹里，加勒比森海豹是唯一一个，但它并不是唯一消失的鳍足类动物。日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这一次消失的不只是另一种海豹类动物，更是曾经日本陆地附近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
日本海狮。从所有提到的物种来看，这种生物在人类历史中的存在时间其实非常久，因为人类大约在4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地区了。而在它的鼎盛时期，日本海狮广泛分布在西北太平洋，包括日本列岛沿岸、朝鲜半岛等海域。它的体型并不小，最大的个体可以达到大约 2.5 米长，体重甚至接近560公斤。什么概念？今天日本本土最大的陆生动物是北海道的棕熊，体重也就大约500公斤左右。也就是说，这一只海狮比日本最大的陆地猛兽还要重，而且它不仅大，还很强。它的身体虽然看起来比较流线，但牙齿却非常锋利，专门用来抓住猎物。它们主要捕食鱼类，由于章鱼甚至灯笼鱼等深海生物，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捕食者。按理说，这样的体型和能力应该可以活得很好，但问题是，在人类面前，这些优势几乎没有意义。其实，日本人对这种动物的捕猎历史可以追溯到非常早的时期，比如绳文时代，大约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人类就已经开始捕猎它们。但那个阶段的捕猎是相对可持续的，并没有对它们的种群造成致命影响。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8世纪，当时日本引入了一项改变一切的发明——油灯。而油灯需要大量的油，那问题来了，什么东西最容易提供油？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也就不难想象了。日本海狮开始被大规模捕杀，主要目的就是提取油脂。相比之下，拿来当食物反而不算主流，因为据说它们的肉其实并不好吃。但随着日本人口不断增长，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海狮很快就不只是油的来源了，它们开始被用于所谓的药用用途。胡须被拿来做清洁工具，皮则被制成各种皮革制品。再加上后来工业化捕鱼的发展，情况变得更糟，渔民把它们当成竞争对手，因为它们捕食能力太强，会抢鱼。于是日本海狮在当时的身份就变成了2件事，既是资源也是威胁，结果就是双重打击。到了20世纪初，有记录显示，仅1年时间就有3000只被捕杀。而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它们的数量其实已经在下降了。接下来数据直接说明一切。1915年，捕杀数量从3000只骤降到300只。你以为人类会意识到问题了吗？并没有，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出台，捕杀仍然继续，只是因为数量变少，被迫慢下来。再过15年到1930年，数量再次下降，只剩下个位数。正常来说，这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这不对劲儿，我们得停手。但现实是没有人停，捕杀一直持续到1940年前后，直到这个物种几乎彻底消失。而就在它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进一步加速了它的灭绝。到这个阶段，日本海狮基本已经是等死的状态了。之后的记录只剩下零星的小群体，根本无法恢复种群。1974年，人类最后一次确认捕获到一只幼体，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确凿记录。之后所谓的目击基本都被认为是误认成另一种还活着的物种。接下来这个物种更离谱，它甚至可以说是过去300年里消失的最大动物之一——斯特拉海牛。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德国探险家斯特拉，他记录并命名了很多动物，包括北海狮、斯特拉海鹰，还有这个巨兽本身。而斯特拉海牛严格来说不是海豹类，而是一种海洋哺乳动物，更接近如艮，但体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根据化石推测，这种生物大约在更新世晚期出现，主要分布在白令海峡一带，也包括日本北部和北美西海岸。但由于冰期气候变化，它们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最终只剩下白令海附近。而人类第一次真正发现它们是在1741年，当时一只探险船在白令岛附近失事，船员们又冷又饿，在绝境中意外发现了一群巨大的海洋生物。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群巨大动物静静地飘在浅水区，吃着海藻。对当时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救命资源。一开始他们甚至都杀不动，因为这些海牛太大了，皮厚脂肪多。但第2天他们成功捕获了一只，然后一切就注定了。斯特拉记录说，这种动物的肉很好吃，而且非常多。为什么非常多？因为它们的体型实在太夸张了，成年个体长度可以达到8到10米，体重8到10吨，
甚至更重。什么概念？基本就是一头海里的大象，而且是史上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更要命的是，它们行动非常缓慢，群体生活几乎没有攻击性。换句话说，就是巨大、温顺，跑不掉。斯特拉还记录它们的皮肤非常厚，甚至能抵御冰块和岩石，但表面粗糙，有点像树皮，所以也被叫做树皮动物。当这些信息传回俄罗斯后，大量猎人和水手开始专门前往白令海猎杀它们。原因很简单，肉可以吃，脂肪可以用，价值极高。于是大规模捕杀迅速展开。而更糟的是，在遇到欧洲人之前，这些动物其实已经被当地原住民长期捕猎过。再加上冰期带来的生存压力，它们的数量本来就已经不多。据估计，在被欧洲人发现时，整个种群可能只剩下不到2000只。而结果是，仅仅27年后，它们就被彻底杀光了。不过，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一点悬念。后来一直有人声称，在它们灭绝之后，仍然见过类似的生物。比如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记录，当地居民在19世纪依然偶尔会看到这种海牛。更离谱的是，1963年，前苏联科学院还收到一份报告，有一艘捕鲸船的船员声称在浅水区看到过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正在啃食海藻，无论体型、外形，甚至嘴部特征都和斯特拉海牛非常接近。听起来好像还有一丝希望，对吧？但问题是，之后所有试图寻找他们的行动全都失败了。再往后的目击也基本都是零散说法，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而像这种体型的动物，如果真的还活着，其实很难长期躲过人类的视线。所以目前的结论很明确，它们已经彻底消失了，哪怕它们曾经可能多活了一段时间。而把这300年的历史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那些依赖海洋或者生活在沿海区域的大型动物受到的冲击往往是最严重的。但别以为只有海里的动物遭殃，陆地上的大型动物同样没能逃过这一轮。甚至这里面还有一个重量级选手，在这300年里消失的第2大动物之一，它叫库普雷，也被称为森林野牛、灰牛。没错，它就是一种生活在森林里的大型牛类，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比如柬埔寨一带，而且它和人类打交道的历史比前面那些动物还要更久。在柬埔寨的豆蔻山脉已经发现过疑似刻画它们形象的岩石雕刻，甚至在吴哥窟的浮雕中也有可能出现过它们的身影。也就是说，这种动物很早就进入了人类的文化记忆。从历史记录来看，库普雷体型非常壮硕，成年个体从鼻子到尾部长度可以达到 2.2 米，肩高接近 1.9 米。虽然是食草动物，但体型决定了一切。它们非常重，最大的个体体重可以接近900公斤，就像美洲野牛一样。这种动物同样长着一对非常夸张的脚，而且它们的脚还更扭曲一些，最长可以达到32英寸，差不多就是1米左右。你可以想象一下，3把直尺拼在一起的长度，而且还特别锋利。理论上来说，这完全就是一件致命武器。但问题是，库普雷并不是那种会主动攻击的动物，相反，它们非常警觉，遇到危险第一反应就是逃。再加上它们的生活习性也很隐蔽，通常只在清晨和傍晚出来觅食，白天基本躲在密林深处，所以哪怕体型这么大，它们依然很难被人发现。也正因为这样，再加上本来数量就少，到了20世纪，全世界大概只剩下不到2000只。关于它们的很多细节，其实至今都不太清楚，甚至连它们的具体食谱都还有争议。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它们主要吃各种草类，同时会补充一些土壤中的矿物质。但无论怎么说，这种本来就不多的数量，让它们天生就处在灭绝边缘。而接下来，人类的出现几乎是精准打击。首先是家畜的引入，人类带来的牛与它们基因接近，同时也带来了寄生虫和疾病。然后是猎杀，尤其是战利品狩猎，它们那对巨大的脚在西方猎人眼里就像奖杯一样。再加上远程武器，它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是栖息地的彻底改变，大片森林被开垦成农田、稻田，它们的活动范围被不断压缩。这一切叠加在一起，让库普雷的数量急剧下降。它们原本还能勉强撑住一段时间，但偏偏时间点非常不巧，它们生活的区域很快陷入了持续几十年的动荡。从2战开始，到越南战争，再到柬埔寨内战，
各种冲突接连发生，环境被破坏，栖息地被摧毁，捕猎行为也更加失控。就在这种背景下，库普雷的数量迅速消失。1969年最后一次被确认目击之后，再也没有确凿记录。但有意思的是，它并没有被正式宣布灭绝。目前的状态是极度濒危，可能已经灭绝。听起来好像还留了一点希望，对吧？但现实很残酷，很多人其实已经默认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即便战争结束，猎杀减少，这片区域依然布满陷阱。据估计，在他们可能生存的区域里，光捕猎用的套索就有上千万个，再加上所有寻找行动都毫无结果，它很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而类似的命运并不只发生在它身上。接下来这个物种同样来自东南亚，而且结局几乎一模一样，它就是暹罗鹿。这种鹿曾经只分布在泰国，从全新世早期一直延续到人类历史时期。它的外形有点像泽鹿，属于中等体型，体重可以达到120公斤左右。但最特别的是它的鹿角，这种鹿的角非常复杂，像篮子一样分叉，最多可以有33个分支，看起来非常夸张。它们主要生活在沼泽和平原地区，喜欢高草、芦苇和灌木比较密集的环境，同时也会刻意避开特别茂密的植被。也正因为这种生活习性，人类很早就开始捕猎它们。不过最初，这种捕猎并没有对它们造成太大影响。真正把暹罗鹿推向灭绝的，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变化。19世纪末，泰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水稻种植，听起来只是农业升级，对吧？但问题是，水稻需要水田，于是大量草原和沼泽被改造成稻田，而这些地方正是暹罗鹿赖以生存的家。结果就是它们的栖息地几乎被彻底抹掉。环境一变，它们不仅生存压力骤增，还开始被迫进入人类活动区域，甚至不得不聚集在一起。而一旦聚集，对猎人来说就是现成的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鹿的数量开始明显下降。等到现代狩猎技术和武器进入之后，情况更是迅速恶化。但事情还没完，大自然也在补刀。每当季风来临，洪水会把它们从藏身地冲出来，而岸边早就有人在等着。于是从19世纪一路到20世纪，这个物种被一步步逼到灭绝边缘。最关键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到了1932年，最后一批野生个体被认为已经全部消失。从那以后，只剩下一只被圈养的个体，而它的结局比野外还要残酷。它被养在一座寺庙里，看起来像是最后的庇护所。但现实恰恰相反。1938年，一个喝醉的人闯进寺庙，出于一时兴起，把这只鹿杀了。就这样，暹罗鹿最后一次被人类确认存在，彻底消失。当然，也有人尝试证明它们还活着，比如有人在中药店里拍到过类似的鹿角，声称来自暹罗鹿。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被证实，基本可以认为它已经不在了。而随着它的消失，也带走了一样非常独特的东西，那种像篮子一样复杂分叉的鹿角结构，现在已经彻底消失在地球上。而接下来这个物种，听起来甚至有点不真实。蓝羚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真的带着蓝色调的羚羊。它曾经生活在南非开普地区的平原上，但根据化石和洞穴壁画来看，它过去的分布范围其实比现在认知的要更广。也就是说，人类很早就知道这种动物的存在。不过和前面这些动物一样，它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衰退，比如早期的海平面变化就已经让它的数量下降。等到1681年欧洲殖民者第一次记录到它时，它已经很少见了。当时人们注意到它的皮毛呈现出一种蓝灰色，有些个体甚至明显偏蓝，而蓝色在哺乳动物中是非常罕见的。也正因为这样，它既独特又非常显眼。体型方面，它大约150公斤左右，比一些近亲略小，但依然不算小型动物。它们的脚又长又锋利，上面甚至有明显的环状结构，看起来就像一件精致又危险的武器。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动物其实并不怎么和人类接触。直到17到18世纪，欧洲殖民者进入之后，一切开始改变。随着火器的出现，它们几乎没有任何逃脱的能力。更关键的是，它们本来就不多，而且很可能已经在自然状态下开始下降。所以哪怕不是被专门针对，哪怕只是普通猎杀，对他们来说
都是致命打击。结果就是它们很快从稀有变成了几乎看不到，从人类开始稳定记录它们到彻底消失，只用了大约100多年。最后一只蓝羚很可能在1799年或1800年被猎杀，它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灭绝的大型非洲哺乳动物。而更遗憾的是，关于它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文字和绘画，而不是活体观察。也就是说，人类甚至还没真正了解它，它就已经消失了。根据这些记录，蓝羚通常会组成20只左右的小群体，白天主要以吃草为主。研究者还根据这些资料推测了它们的繁殖季节，以及雌性在加入群体前可能存在短暂的隔离期。后来通过保存下来的标本和 DNA 分析，才发现它并不是其他羚羊的亚种，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物种。而且它和黑斑羚的分化大约发生在280万年前，和马羚的分化甚至更早，大约在400万年前。换句话说，它几乎没有近亲还活着，它一消失就是彻底消失。之后也有人声称见过类似它的动物，比如1853年，有目击者说在某个地区见过疑似蓝羚的个体，但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证据，基本可以确定它已经彻底消失了。而讲到这里，其实就到了一个很沉重的分界点，因为前面这些动物的灭绝可能都发生在你出生之前，但接下来这个物种它的消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就在不久之前。它就是中国白鲟。这种鱼曾经生活在长江和黄河流域，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物种。它属于一个本来就很稀有的家族，齿吻鲟科。这个家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那根非常长的嘴，其实是一种感应器，可以在浑浊的水中感知周围的电信号，从而定位猎物。而中国白鲟可以说是这个家族里体型最夸张的存在，记录中最大的个体长度可以达到7米，接近23英尺，体重接近1吨。什么概念？比一头北极熊还重，也是已知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因为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对它其实了解不少。在过去，它的分布范围比现在更广，甚至延伸到东海区域。它是一种洄游鱼类，可以在淡水和海水之间往返。有记录显示，它们可以游动上千公里，只为寻找更适合的水域。它们通常是独居的，游动能力非常强，捕食各种中小型鱼类，比如鲫鱼、虾虎鱼、鲶鱼等等。甚至还有古代记载说，这种鱼会被有节奏的声音吸引，比如敲击声或乐器声，因此曾被用作祭祀，认为捕获它可以带来降雨。听起来很神秘，对吧？但现实很残酷。虽然早期捕猎规模不算特别大，但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商业捕捞开始出现。有记录显示，在某一阶段，每年捕捞量可以达到25吨，而短短10几年后，它们的数量就已经下降到几千条级别。一项研究甚至估算，到1980年，整个种群可能只剩下大约3000条能够繁殖的个体。和前面那些动物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人类其实很早就察觉到了问题，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白鲟的数量在快速下降，甚至只过了3年就直接下令全面禁止捕捞。听起来好像反应很快，对吧？但问题在于，伤害已经造成，偷捕依然存在，而且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停。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鱼的数量还是在一点点减少，人类也试图补救，比如人工繁殖，但结果是失败，彻底失败。中国白鲟就这样慢慢从水里消失。到了2000年之后，情况已经非常严峻，全世界只确认过2次目击，而且都发生在2005年之前。其中一条大约3米多长，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另一条被捕获后做了标记，本来是想追踪它的行踪，但结果是几个小时后信号直接消失，它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它。后来科学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调查，2017到2018年的结果很明确，它已经灭绝，推测真正消失的时间大概在2005到2010年之间。但更让人难受的是，很多研究认为它的命运其实早在1993年就已经注定，后面的10几年只是在慢慢消失，直到2022年它被正式列为灭绝。但最让人意外也最让人难受的一点是，真正杀死它的可能并不是捕捞，而是一座大坝。1981年葛洲坝建成，这座大坝直接切断了中国白鲟的洄游路线，让它无法完成繁殖周期，同时也把原本就不多的种群一分为二。
对于这种需要长距离回游的鱼来说，这几乎是致命打击。而更扎心的是，中国白鲟并不是唯一一个消失在这条河里的大型动物，甚至它都不是最后一个。而就在不久之前，还有一个物种被认为已经走到了灭绝的边缘，白鳍豚，也就是中国淡水豚。它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别看较小，其实只是相对来说，它的体重一般不超过170公斤，但在水里已经算是个不小的存在了。它的背部呈淡淡的蓝灰色，很容易在水面上被发现，再加上一个低矮三角形的背鳍，看起来有点像一面小旗子，非常好辨认。不过和很多海豚不一样的是，它的眼睛很小，视力并不算强。它虽然看起来温和，但在受到威胁时，其实也能爆发出很快的速度。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外形，它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文化中，被长江流域的人视为吉祥的象征，代表着和平与繁荣，甚至被当作国宝级动物出现在各种文化和媒体里。但很可惜，身份再高也没能保护它。白鳍豚在历史上并不是被专门猎杀的对象，但从50年代开始，由于人口加速增长，一些人开始捕杀它，用来获取肉和皮，再叠加人口压力，猎杀很快升级，让它迅速走向濒危。后来即便直接捕杀减少，它依然处在极高风险中。因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种工业活动不断出现，生活和工业废水排入江中，河床被疏浚，航运急剧增加，渔网导致缠绕误杀，再加上过度捕捞让食物减少，这一切都在持续压缩它的生存空间。数据显示，从1979年到1996年，白鳍豚的数量从上千只下降到只剩几百甚至更少，短短几十年几乎被耗尽。沿江水利开发与水域改造进一步改变了长江原有生态环境，割裂了栖息水域，叠加水上交通愈发繁忙，持续挤压白鳍豚的生存空间。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明确禁止对白鳍豚的主动捕杀，同时设立保护区，制定相关渔业法规，甚至还成立了多个机构，尝试推动人工繁育计划，把它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水域中保护起来。但问题在于，这些努力最终全部失败了。因为白鳍豚不仅很难捕捉，一旦进入人工环境也很难长期存活，所以即便方向是对的，这些措施还是来得太晚了。也正因为如此，当真正开始重视保护的时候，这个物种其实已经接近功能性灭绝。换句话说，就算还有个体存在，也已经无法恢复种群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例外，曾经有一只被圈养的白鳍豚叫琪琪，它在被发现之后被转移到专门的保护水域中生活，并且存活了整整22年，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个体在人工环境下的生存时间。但可惜的是，琪琪在2002年去世，这不仅意味着最后一个圈养个体的消失，也基本代表着人类最后一次确认看到白鳍豚。之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到了2007年，又出现了一段影像，显示可能还有个体存在，这让不少科学家重新燃起希望。之后也陆续出现过一些零星目击，比如2018年有人声称看到过类似个体，甚至2024年还有疑似2只一起出现的说法。但问题是，这些都没有被正式确认，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它还活着，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彻底承认它已经消失。但如果它真的灭绝了，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不仅仅是失去一个物种这么简单。如果白鳍豚是这个类群的最后成员，那么它的消失等于整个谱系一起终结，一个可以追溯到几千万年前的进化分支就此消失。换句话说，这种级别的灭绝就相当于整个灵长类一起消失，当然也包括人类。几千万年的演化，他们躲过了天灾，也熬过了时间，最终却没躲过人类这一关。